太久了，我们等待它太久了。在 A7S2 发布4年之后，它总算来了。A7S3。个人第一次接触 A7S 还是在2014年，那时候还是第一代，机内只能录制 1080p， 想要拍 4K 30帧，你必须要外录。这个参数在今天基本就没法看，但是我对它印象特别深，因为一个视频，由英国摄影师 Philip Bloom 拍摄的 A7S 画质展示片 Now I See。他以全自然光的形式用 A7S 拍摄了夜晚的布莱顿海滩。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见到拥有这种惊人感光度的摄影机。夜晚亮如白昼，肉眼无法辨识的物体在它的传感器之下清晰可见。飞利浦这个视频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震撼。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他视频下面评论了说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他见面，学习拍摄的技巧然后很快就到2015年，在9月的时候 A7S2 发布，修正了很多 A7S 的小问题，机内也可以录制 4K 30或是 1080p 120帧了。A7S2 发布之后，大家自然而然就开始等待 A7S3。在那个时候，我们想要 4K 60、1080p 240，就哪怕是8比特420也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一等就是4年。4年太多东西变化了。对我来说，频道成长了，我毕业了，我们变成了团队，我也最终见到了 Philip， 成为了朋友。就智能手机现在可以拍摄 4K 60帧了 ，B 站可以看 4K 120帧的视频了。松下走向了全画幅，推出了 6K 的 SEH， 佳能的微单又一次进化 ，EOS R5 出现了，你甚至可以拍摄 8K 的 RAW 视频。虽然它过热但这好歹是时代的 8K。那索尼呢？这么多年过去了，索尼的微单仍然只能拍摄 4K 30帧。以至于我都开始怀疑索尼是否真的为了划分专业和名品，再也不会在微单上提供更好的视频能力了。然后它就出现了，打了我的脸，但我笑了。在今年年初，为了拍摄 4K 120帧的视频，我们还需要这样重型的设备，如影2、Red 大型滑轨。转眼间，这套设备就变成了这样，就你甚至还有自动对焦，有机身防抖，就时间就很神奇。有时候你看着遥不可及的目标，也许在几个月、几年之后就实现了，就这么快。当初我还想着不知道啥时候能给厂商拍样片，现在也成了真。我们真的接到了邀请，拍了 A7S3 的样片。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评测参数的解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也需要一点感悟。就这些设备就像是你成长的见证者，当你回过头来看他们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靠，我以前在用这样的设备拍视频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那不过在 A7S3 出现之前，假如你一直用的是索尼拍视频，你的反应可能是我靠，怎么3年前的参数和现在一模一样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所以开个玩笑，这其实 A7S3 的评测会比较长，因为我特别兴奋，就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会尽我所能把我们使用 A7S3 的感想分享给你另外再提一嘴，就是虽然我们为索尼拍摄了 A7S3 的样片，但这个评测是我自己想做的，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希望大家能对我有这点基本的信任所以老规矩，在正式开始之前，先请各位看一些使用 S3 拍摄的美好的画面。我们可以先从 4K 120帧这里讲起，这也算是 A7S3 最核心的卖点。
那在2020年，我觉得这是分辨率和帧率之间比较好的一个平衡。创意层面能有很多的选择。假如说你想制作超高帧率的视频，你可以直接以120帧来回放整个片子，就像李安的《双子杀手》一样。现在有120赫兹刷新率的手机也越来越多，120帧的视频观感和传统24帧的电影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暂且先不讨论这种体验是否是好事，但至少你有这个选择。120帧的另一个核心应用场景就是升格，你可以实现最高5倍的慢动作。升格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表现形式，将一切放慢，你能够看到许多平时无法注意到的细节。而且升格相当于你拍1秒就等于4秒的视频，有时候多出的这点时间就能够拯救一个本来就会废掉的镜头。任何相机的晃动也会因为升格而得到缓解。4K 60的情况下，你还比较容易注意到手持的晃动，而4K 120帧这种感觉基本就消失了。只要用这种扎马步的方法手持移动，视觉上看起来会与滑轨的拍摄非常接近。那至于这次样片，我们拍摄大多数素材都是4K 的100帧，而最终成片规格我们选择的是4K 50。因为我们既想让各位能看到丝滑的画面，也想有一些后期变速的空间，至少有2倍的升格来供我们操作。那至于这期评测，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25帧，因为我还是舍不得这个超棒的4K 的4倍的超级高。一些刚开始拍摄视频的朋友比较容易被带入一个误区，就是只关注分辨率、帧率还有码率这3个参数。那其实影响一个画面质量的因素还有很多，重要性甚至会比刚才这3个参数更高。那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讲讲 A7S3 的传感器，这个全新的全画幅被照式1220万像素的传感器。我们现在在2020年，连一些手机都有1亿像素，那为什么索尼还是选择了这块超低像素量的传感器？原因很简单。像素最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这几年绝大多数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都有用到阿莱的艾丽莎 mini， 然而它的像素量只有750万左右，甚至都没有达到 4K， 也就是864万。就想想看，像 A7S3 这样在一块全画幅传感器上拥有这么低像素量，意味着每颗像素会极其巨大，也能够接收到更多的光，在高感表现上会有一定的优势。那虽然这么说，现在拥有优秀高感的机子也越来越多，实现方法也有诸多不同。像松下的 SEH 拥有双原生 ISO，EOS R5 的 8K 超采到 4K 也能提供非常干净的画面。所以现在 A7S3 的高感虽然仍然优秀，但是和上一代的 S2 相比差异真的不大。我可以把 ISO 推到12800，很轻松，在极限情况下可以推到25600，甚至51200。这基本是我能接受的极限。那虽然逻辑上 A7S3 允许你把 ISO 扩展到40万，但这除了在帮助你在晚上和朋友玩捉迷藏以外，应该不会有特别多的应用场景。但我们对这块传感器的讨论还没有结束。低像素量为 A7S3 带来的就是天然的升格优势。纸面上看起来似乎都是 4K 120，而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在于实现 4K 120，这台摄影机的传感器采用的是跳采，还是像素合并，还是裁切？传感器的读出速度是影响升格能力的核心，就好比水管就这么大，你就算有再高的像素量，再强的刷新率，也得经过这条小水管。所以对于高像素摄影机来说，如果读出性能不足，没法直接读出所有的像素，它的选择基本只有3个：跳过部分像素，或是对像素进行合并，
再就是最简单的裁切画面，比如像 Red， 你想有更高的帧率，你就必须要裁切传感器才可以。这3个方案都会带来弊端，画面被裁切、更多的噪点，或是画面锯齿、摩尔纹、锐度下降等等都会有。那现在我们再回来看 A7S3 的传感器，就能理解索尼的用意了。A7S3 在 4K 120帧格上选择了裁切点对点成像这条路，仍然保持优秀的信噪比，还有锐度。只不过因为自身像素量低，这个裁切在10%左右，视觉上很难注意到，但这也是裁切，也是遗憾，难免在心里有点膈应。反倒是 4K 60和30 S3 都有一点点超裁， 4.2K 超裁到 4K， 聊胜于无。1080p 现在 S3 可以录制240 fps， 只不过在240帧之下 S3 并不是超裁录制的，所以你还是很容易可以看到噪点增加、锯齿变多，但至少你有这个选择。如果你把帧率降下来，那你会看到 A7 系列最好的 1080p， 因为是从 4K 超裁下来的。到头来索尼选择了放弃更高的像素量，虽然 A7S3 仍然可以拍照，但是我想不会有多少人专门为了拍照来购买它。A7S 系列就是长着微单外形的专业视频机，在抛弃了 8K 还有 6K 之后， A7S3 为我们带来了更高质量的高帧率画面。高读出速度带来了另一个优点，就是果冻效应也被同时大大减少。过去 A7S2 的果冻效应非常感人，但到了 S3， 除非你非常卖力的晃，日常情况之下你应该不再会被果冻效应所困扰。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相对正确的一条路。更高的分辨率当然好，但是高分辨率带来的超高数据量，还有后期解码的压力，注定只有极少部分的人才能够承受。在2020年，优质的 4K 还有 1080p 才是大多数视频制作者所需要的。参数本身不会说谎，但是假如一开始看的参数就没有涵盖进你全部的应用场景，那结果还是会形成误导。所以还是得拍了你才会看到这个设备的另一面。毕竟它是被创造出来的工具，是拿来用，不是拿来看的。刚才我们只讲到了帧率，其实在分辨率方面我还是有一点想抱怨的，就是 A7S3 并不能录制 DCI 4K， 只有 UHD， 也就是说最大分辨率是3840×2160，而不是4096×2160。那对于互联网来说这问题没有这么大，但对于想要拍摄电影或是短片的朋友，你会缺失一些像素，这是我有些不解的地方。毕竟 A7S 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一台视频机，没有给 DCI 4K 总觉得会少了点什么。那除此之外，最让人关心的一点应该就是它的色深还有色度采样，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色深不足容易引发这种带有渐变场景的色带，尤其是拍摄蓝天的时候，这个会非常明显。而色度采样会影响你画面的调色或者抠像，一不小心画面就会出现色块。像过去索尼的 A7 系列内录只有8比特420，基本算是色深和色度采样的最低限度在调色的时候绝对说不上是享受。A7S3 在这方面算是迈了一大步，4K 120帧10比特422全像素读取，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可以再抱怨的。如果真的要说的话，也有就是要有内录 RAW 那就更好了但没有，不然索尼的威尼斯和 FX9 也就别买了。
S3 你仍然可以录制 S-Log2 还有 S-Log3 来获得最大的动态范围。S-Log3 之下，你可以拥有15档的动态范围，这是非常夸张的参数。尤其是像这些大逆光的场景，你可以恢复出很多的高光还有暗幕的细节，搭配上10比特 4:2， 调整空间相比过去大了太多。那其实以前使用 A7 系列，我最多只用 S-Log2， 很少去触碰 S-Log3， 因为8比特 420 真的撑不住这条曲线。那现在 S3 有了10比特 422 之后，我才开始使用 S-Log3、S-Gamma3 Cine 这个色域那结果非常不错。但是我也必须说，你还是需要非常注意你的曝光，是非常非常注意，就甚至不能依靠看画面，你只能依靠直方图或者波形图来曝光，然后尽可能享用，不然的话，你的暗部还是会有大量的噪点。就 A7S3 虽然允许在机内进行 log 还原，但遗憾的是，这次 A7S3 仍然不允许你套用自己的 LUT。这是一个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不小的功能点。如果说你可以套自己的 LUT， 那我可以直接做好一个适配我曝光习惯的 LUT。那一切都会简单很多就 S-Log3 真的非常极限，如果不是需要这么大的宽容度，那可能使用 S-Log2 还有 Cine 4这样两条曲线会更加容易一点。S3 另外一点大的改进就是在拍摄 S-Log 的时候 ISO 起跳值大大的下降了。那过去 S2 的起跳值是1600，现在 S3 下降到了640，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个好事，不然白天拍视频还需要加上 ND 滤镜才可以控制好曝光。那其实你还可以扩展 ISO 把它下降到160，但你并不会因此恢复任何高光的细节，所以最低放到640就行了。我也是到最后阶段才发现 A7S3 相比 A73还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直出的画面，就你现在可以有5档的动态范围增益，也可以在创意风格里独立调整高光、阴影或是对比。说真话，就是 A7S3 的机内直出拍出的画面也可以很好看这与过去 A7 系列相比真的是天地与地的区别。就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根本没有必要来拍这些复杂的 S-Log 曲线，假如机内就能拍出动态范围优秀、颜色好看的画面，那为什么不用？ A7S3 的编码录制选项有很多首先一个大的选项就是你可以选择录制实时回放的高帧率视频，或是机内完成慢放的升格视频切换模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改变顶部的这个波轮就可以了这两者一个大的区别就是你拍摄机内慢放升格视频的时候是没有音频的，假如你需要声音，那就只有选择实时录制模式才可以。那编码上面你可以选择录制传统的 XAVC-S， 也就是基于2.64的针尖编码。那这个编码之下，你的最大码率是 4K 120帧280 Mbps 10比特 422那你也可以选择 XAVC-SI 全帧记录模式，这是你能够拥有最大码率的记录模式，最高可以拍到 4K 60帧的长速，或是 4K 120帧的机内慢放600 Mbps 10比特 422，就相当大的码流再就是现在 A7S3 可以记录一个新的编码 XAVC-HS这是基于2.65的编码，逻辑上编码效率会比264更高，你的最大码率也是280 Mbps 10比特422。我们总希望以最高的质量来记录，但回到现实，实用性才是王道。2.65的 4K 100帧在目前对后期来说还是噩梦。如果你想拍 XAVC-HS， 那就必须要做好转代理的准备，所以选 XAVC-S就选 XAVC-S。笔记本电脑能够承受的工作流，对你的制作效率有着质的提升。那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就只带了一台5600M 显卡的 MacBook Pro， 然后每天拍完就先备份，然后做个粗剪，再把颜色过一遍。到返程的时候，基本上各个场景的素材筛选，还有色调也就定义好了。那至于 XAVC-SI， 我个人觉得码率太高，不会优先考虑使用。假如我需要这么高的码率视频，那我还不如外录 ProRes 编码来的痛快或者 RAW。A7S3 是支持通过它的 HDMI 接口输出16比特色深的 4K 60帧的 RAW 的，但是要实现这个外录，你需要一条特制的索尼产的线，非常粗，才可以把它接到 Atomos 录机上进行录制。那现在我的 Ninja 固件稍微有点问题，所以外录素材并没有办法打开展示给你看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分享一些外录的素材给各位。就 A7S3 内在的东西我们已经讲的足够多了，现在差不多是开始往外讲一点。第一个点就是存储介质随着 S3 一起出现的有这个 CF Express Type A 型卡
相比 EOS R5还有 C500 Mark II、C300 Mark III 的 Type B 卡，速度会慢一些，但它体积比 SD 卡还要小一些。这应该算是第一台使用这个形态卡的摄影机。那当你看到它的时候，我想你也知道它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卡速，不是体积，而是价格。价格最重要，这个卡注定就不会便宜，但是对应的你获得的就是比 SD 卡快上许多的读写速度。就索尼很聪明，他们知道用户一时半会是没法接受 CF Express Type A 卡的，所以在 S3 的卡槽上居然做了一个双兼容卡槽，你可以插入 SD 卡，也可以插入 CF Express Type A 卡。干得漂亮，索尼！就这一点真的太人性化了。那当然，假如你的 SD 卡比较慢，有一些模式自然是没有办法来录制的。我个人推荐使用 V60 或者 V90 的 SD 卡。那 V60 的卡除了 XAVC-SI 没法录制 ，XAVC-S 和 HS 都没有任何问题，日常使用就已经足够了。那解决了存储另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续航。S3 现在的电池是 FZ100。续航我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在拍摄样片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天一台机器会消耗2到3块电池。如果你想的话，也可以通过 USB-C 来接电，基本就再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了。可能除了这些，大家最关心的点也就是它过热嘛。这算是2020年大家对于相机会冒出的最新的问题。结论是，基本不用担心。我们在杭州、新疆还有海南的太阳下都做了测试。在外拍一整天 4K 120帧10比特4:2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至于超长时间记录，我们在32度的气温下连续拍摄了40分钟，也没有显示过热。那当然，前提是你要在菜单里把温度控制开到高才可以。就索尼对于 S3 的内部散热做了重新设计，没有安装风扇，只是改进了被动散热，机身只比 A73 稍微厚了一点，重量也没有什么变化。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做到这样的结果的，但是真的牛皮。自动对焦，视频的自动对焦目前真正做到优秀的，其实也就是索尼，还有佳能。第二梯队就是尼康、富士，第三梯队松下。在 A7S2 上，它的自动对焦是所有使用者的居中之痛，就是不可靠。那这么多年过去了，索尼的一大进步就是视频的追焦能力大大提升。到了这一代的 S3，我不能说100%可靠，但是也8、9不离10。A7S3 的自动对焦很强，就强大到我拍摄样片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开着它的，以至于像这样使用135毫米全开光圈的镜头的车拍，我也开着它，就是这么强。在我看来，这是革命性的。就你能想象这样的画面是一个人拍出来的吗？就过去实现这样的效果和画质，可能需要一个组的人来伺候这些大型的设备。只要摄影机主机一大，别的所有的承托设备都会成倍的增大。而机身的轻量化加上 4K 120帧10比特4:2，再加上超强的自动对焦能力，这对于小团队来说改变真的太大了。我们在新疆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拍的，我和志豪一人一个，经过魔改的如影 S， 然后把供电放到背上或者腰上，然后 A7S3 加上索尼一卡口镜头接一个监视器，就这样，不需要别的任何人，就拿着拍一天，你就有了 4K 超高帧率的视频，不需要担心对焦，不需要担心稳定，就你只管拍就是了。就哪怕是动物 ，S3 也有眼部对焦假如你想跟随特定物体，你有触摸对焦，点一下就会自动跟随。那虽然在体验上，我觉得还是 R5 的触摸跟焦会更好用一些，而且现在还有后脑勺的识别能力，但精准度上 S3 没有任何问题。
哪怕是欠爆环境也能够牢牢锁住焦点。那至于机身的5轴防抖，索尼还是索尼，就我没有感知上的巨大提升。你可以手持站定拍摄很稳定的画面，但一旦走动起来还是晃得很厉害。然后现在也还有一个增强的电子防抖，防抖效果会更加好一些，但你也需要裁切一点画面。就简单来说，大范围的移动你还是离不开稳定器。当一台微单具有可靠的自动对焦、优秀的续航、不错的画质，就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我能拍 vlog 吗？那说的更宽泛一点，就是我一个人能自拍吗？或者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玩意儿有翻转屏吗？那翻转屏对于个人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就一个人拍视频，最大的恐惧就是拍完之后视频过曝，或是构图错误。做自媒体的这几年里，我有过无数个夜晚在愤怒的嚎叫声中度过，所以我知道那种痛苦。有一个翻转屏帮助我检查各种参数，特别必要。那 A7S3 就有这块屏幕。我本来对这个改变不抱希望，但索尼真的这么做了，所以谢谢。但是这块屏幕本身的素质提升并不大，仍然是4:3比例，虽然比 A73 的屏幕亮了一些，但是仍然就分辨率没有什么大的提升。然后看这个黑边，我总还是有点遗憾，要是这个屏幕再大一点就好了。而且翻转屏会带来一个比较直接的痛点，就是一旦你有任何的线接着，你的屏幕就会异常的尴尬。就为什么不学松下的索尼？SEH 那块屏幕是我觉得目前相对合理的一个方案，有2层的转轴，我是乐意用一点机身的体积来交换这个设计的，但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就其实索尼还是在这个屏幕上动了脑筋的，比如说麦克风接口是放在机身的最上端的，这样的话，假如只插一个麦克风的话，屏幕也不会被挡住，拍 vlog 是完全 OK， 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另外一个监看画面的方法就是用 EVF。我没有想到这次索尼会在这方面下大功夫，但是他们下了。就 A7S3 的 EVF 是我所见过最大、最清晰的 EVF， 就这么简单。但就拍视频的人有多少会选择用这个 EVF，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像是花样游泳大赛突然跑出一个体操冠军在岸上表演了10个托马斯大回旋，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如果能用 EVF 换一个更好的屏幕，或者是更低的价格，我想很多人都应该是乐意的。而让我们来讲讲菜单还有操作，为什么把它们放在最后？因为我们需要先知道索尼放了多少功能在这台机子里面。A7S3 有数不清的选项，要是继续延续过去的索尼菜单，那可能这就是这台机子最大的灾难。就索尼认真听了，整一个菜单现在完全重做，从横的变成了竖的，也可以触摸操作了，反应相当的灵敏。菜单逻辑的改善也非常直观，你可以直接看到第3级的菜单内容。那除了少数几个参数你需要花点心思去找，比如说图片配置文件，那别的参数应该都可以说是一目了然，至少不再是反人类了。这次改动看得出来相当底层，就索尼连文件命名的逻辑都已经改了。你现在可以选择日期加卷号或者是别的组合，那比过去 C001 那种反人类的命名方式要好得多。那硬件操作上 A7S3 和过去还是非常接近的，除了这个录制按钮比以前要合理的多，那你也仍然可以把拍照按钮给映射成视频录制按钮。那另一个感知比较明显的就是 HDMI 接口现在变成了标准接口而不是 Micro， 那和隔壁 Mini 变成 Micro 接口的 R5 一比就没啥可以说的，标准接口要可靠的多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 A7S3 我能想到的点基本都已经盖到了。那看得出来索尼工程师这4年绝对没有闲着那举个例子，之前 A7 系列的肩带环总是会发出声音特别愚蠢， A7S3 连这个都已经改了，现在的挂绳环有了阻尼也就不再出声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
叨叨的地方就是这次样片的拍摄，我们的一些解决方案。就整个片子所有画面都是使用 G Master 系列还有索泰镜头来拍摄的。那因为自动对焦已经足够可靠，除了少数固定镜头我用了手动跟焦，大多数的移动画面全部都是把焦点交给 A7S3 来完成的，而它基本没有让我失望。如影 S 是我觉得目前最适合 S3 的稳定器，因为扩展配件已经非常完善，单手持、双手持车拍都没有问题。我们做的一个改装就是把供电系统给放到了身上，这样手上的实际重量非常轻，基本上拍一天也没有什么问题。有几个高速镜头我们用到了如影2，还有这个特殊的拍摄车，就是 Movemax 的 Muto 3000，还有这个 N2 的减震臂，反正就是一台看起来很嚣张的拍摄车。最高速度可以到80公里每小时，然后带全车的避震。那要掌握驾驶需要花一点时间，反正各位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考虑为它专门来出一个视频。那至于航拍，我们使用的是 M600加上如影 MX 来拍摄的。我其实还挺后悔，就是没有带更新的飞机，因为在拍摄过程中如影 MX 出了点问题，画面就有一点抖。最后为了保证拍摄顺利，我做了一个非常厚版的拍摄系统，就直接把如影 S 给挂到飞机上面了。结果还行，好来拍到一点能用的画面。那地面的固定机位还有小范围的移动，我们用的是印记的 TC9 三脚架加上 K7 科莫多云台，就是很好用的三脚架和云台，也没什么可以说的。我们其实还用了一个没有发布的小滑轨，就是印记的 Shark Nano 滑轨来拍摄岩石，那算是我用过最满意的电控小轨道。之后有机会也可以来和各位讲一讲。就如果你看到了这里，恭喜，就我们到了尾声，这应该是我这7年做频道做过最长的一期评测，就难以想象我的舌头真的能动这么久。就我体验它的时间也不过10几天，但基本我能测试的地方都尽力试了。值得讲的地方也确实太多。A7S3 是一台让我能抱怨非常少的机器，它也是目前最接近我心中完美摄影机的存在。可能我最大槽点还是这块屏幕，就拜托了索尼。就我可能快有4、5年没有在频道上说任何粗鄙之语了，但这次可以破个例。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说的话。就 A7S3 太他妈带劲了！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这期超长的评测，制作不易。如果各位喜欢的话，请务必转发、点赞、投币3连，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上传了一些 A7S3 的素材到我们的官网 ysjf.com，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试一试。再次感谢，那么我们下期再见。